李长寿叹了一口气，还是打起精神，与两位师兄互相见礼。太乙真人直接问道：这是怎么回事？西方教又搞事了？栖息此地的都是截教仙。李长寿低声道了一句，太乙真人不由得眉头紧皱。李长寿跟截教的关系不能说世人皆知，但也没有瞒着任何人。截教仙人来偷袭李长寿原本生活的老宗门，换作是谁都不会相信，要么是截教中出现了叛徒，要么就是有人故意挑拨。看太乙和玉鼎正要发问，此事暂不多谈，且等截教给回信。太乙和玉鼎对视一眼，自是能够看出李长寿此时的心情极为糟糕，顿时不再多言，也是在旁边等待。不多时，一声嘹亮的啼叫，金鹏展翅而来，背上跳下了7、8道身影，带头的一人却是金陵圣母，其后跟着赵公明、龟灵圣母、乌云大仙、火灵圣母、秦天君以及一对师徒。刚一落地，金陵圣母便快步向前。长庚，你莫要着急，我截教绝对不会做出这般事，定是有人在背后算计。算计自是肯定的了，但是谁在算计？见不得我们与长庚交情深厚。人来的差不多了，我就说一下我的观点。今日偷袭渡仙门的截教仙，都是被人在元神上做了手脚，但是咱们没有什么证明，也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动的手脚。还有，渡仙门遭劫之前，我被远远调开，调走我的是西方教养的鸿蒙凶兽。我这就去砍了他们。众截教仙连忙阻拦：各位，此事不想闹大。渡仙门掌门陨落，门内门人弟子总共有300余死伤。我知渡仙门之体量还不足以称之为大门大派，但这里在我眼中位置颇重。此事我最知晓，长庚，你查，一查到底，谁敢阻拦你，老哥我定要他们好看。若最后线索在截教身上断了，该如何？哼，对方这个计策颇为高明，只要我去查，除非直接查到了西方教身上，否则道门3教都会因此事而生间隙。火灵圣母问：可师叔，难道此事就这般算了？自不可能就如此算了。首先便是截教。李长寿的目光越过几人，朝着后面站着的那一对师徒看去，淡然道：化血神刀是怎样一回事？各位可愿给我一个说法？金陵圣母皱眉看向自己的徒弟，截教蓬莱岛炼气士，小有名气的一气仙于元。于元的身体轻颤了一下，立刻看向他的徒弟于化。于元道：于化，那化神血刀你可是练成了？于化低头刚想说话，金陵圣母就是一声轻喝：跪下！于化哭丧着脸跪在众仙的中间，低头道：师祖师父，弟子确实练成了化血神刀，但化血神刀并非弟子独有的神通，这化血神刀如何修行，弟子已经对门人弟子讲解过了。弟子愿立下天道誓言，对截教绝无二心，对长庚师祖绝无加害之心，与今日之事绝对没有半点关联。就听轰隆一声，天道之力来来去去，确实没有什么异样。金陵圣母也有些为难，皱眉看着李长寿：我希望，自然只是希望，截教各位师兄师姐，约束门人弟子，将这些截教仙如何被人算计，如何成了旁人手中之刀，都一一详查，给我一份不少于5万字数的说明。行。赵公明一口答应下来，扭头就道：于元，此事交给你来负责。那金陵圣母之徒于化之师立刻低头做了一个道揖，忙道：弟子定不会让长庚师叔失望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：我对截教自是信得过的，各位不必多想。此事就此告一段落，劳烦几位跑这一趟。老哥，
麻烦你再去三仙岛，帮我带个口信给他，就说我将小琼峰挪去天庭，稍后要寻我，可用玉符召唤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搬去天庭啊？今日。李长寿的面容有些冷峻，但是很快就露出了几分笑意，看得赵公明有些云里雾里。半日之后，金鹏化作10丈大小，在众天兵天将护卫之下，驮着灵娥以及化作了假山大小的小琼峰，朝着天门而去。截教仙都已回了，李长寿让他们给个说法，他们也想将说法给到。回去之后，立刻就开始严查那13名截教仙的身份，并将懂化血神刀如何炼制的仙人聚在一起，挨个调查，唯独不见李长寿的身影。当金鹏驮着小琼峰飞入东天门，在万众瞩目之下朝着太白宫飞去时，6道轮回盘内，李长寿将既无忧的残魂送入宝池中，目光略带歉然地看着后土娘娘。又要劳您费心了。后土温柔地摇摇头，莫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你已是做得很不错了。李长寿露出几分微笑，又对着奇缘老道的残魂发了一会儿愣，心情确实好了许多。现在该谈谈算账的事了。轮回塔顶，地藏看着自己刚修好又被地听撞碎的木杵，嘴角一阵抽搐。地听是被眼前这青年道者一脚踹出去的，这一脚下得颇重，又用了巧力，让力道完全停留在地听身上，不会去冲击轮回塔的构造。踹得地听趴在那儿四肢抽搐，好一阵儿缓不过神来。地藏并非是不想动，也并非不想去，而是眼前这青年道者不由分说闯进来，就用神拳之力对着他低喝一声：“闭嘴，别动！”言罢，提着地听的脖子抓到侧旁，一拳一脚打得地听几乎吐血。神拳被压制，此刻的地藏完全无法动弹，无法开口，这就是封神榜的缩影。兄君大人。谛听苦笑连连。真的不是我泄露的渡仙门，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，我家主人一直问我，我都没告诉他。我还不知道人教圣人老爷的厉害，我怎么敢得罪人教？李长寿负手而立。弥勒来过？来过。你参与了？绝对没有参与啊！是弥勒自己测出来的。您之前一连串的动作，其实早就把渡仙门和其他人教仙宗区分开来了。尤其是您那次，宛如神兵天降，一人带着一堆道兵在渡仙门埋伏那些妖族。谛听爬起来，苦兮兮地说着：“当时弥勒逼问我，我已确定他知晓了此事，说出您曾在渡仙门修行的时候，他的人已经到了渡仙门上空。这事确实跟我没关系啊！您别急，我这就立大刀誓言。”李长寿在袖中摸出了2只卷轴，扔到谛听面前。立2道誓，今后不必参与大教之争，在这老老实实的陪你的主人。若非念在你此前数次报信，今日断不能容你。多谢星君大人，多谢星君大人饶命啊！谛听叹了一口气，爪子摊开卷轴，禁不住泪流满面，在那儿开始一字一句地读起来。李长寿看向地藏，动吧。地藏原本僵硬的身体顿时活动了起来，对李长寿露出少许笑意。很少看到你吃瘪啊。此次远不如东海你算计龙宫那次。想从我这儿知道什么呀？弥勒。地藏缓缓点头，又问：我为何要出卖大师兄帮你呢？你了解我。李长寿目光略微有些锐利，地藏不由默然，随后冷笑了一声：大师兄是个怪人，或者说是只想自身处境之人，也因此被老师逐出过灵山。但是现如今灵山示威了，我这大师兄修为有成又回来了，
对外那就是说是闭关出关了。他今日对付渡仙门，其实就是为了给你个不爽快，报复此前在天庭吃瘪之事。单纯报复的成分不多，不过是他给自己增面皮的说辞。他这次做的天衣无缝，那些残魂中的印记指向的是阐教仙赤精子。他看似毫无顾忌，实则布置周全，稍后怕是要死不认账，与某位高人前辈当真是一个路子。你这师兄此行最重要的目的，是想告诉我，他有随时掀桌子的实力与决心，底线就是不爆发圣人大战，让我对付西方教的时候收敛一点。对。地藏闭上双眼苦笑了一声，他这一套对你果然是行不通的。他在远古上古时应该是顺风顺水惯了吧。李长寿淡然道了一句，地藏并未答应，坐在那儿不再回话。一时之间，这轮回塔上只有谛听那低头诵读天道誓言时的啜泣声，委委屈屈，难以自抑。半个时辰后，谛听像是霜打的茄子，蔫儿蔫儿地趴在地藏的身后。李长寿转身要走，而地藏像是有客人临走必提问题的习惯，再次开口问：可否问上一问，道有底线到底在何处？老师说过。李长寿略微扭头，同样留给地藏一个侧脸，但弥勒的侧脸总是带着诡异的微笑，而李长寿的侧脸却是古井无波。圣人不可死。地藏明显一愣。离开地府，李长寿便朝西遁行，心底整理着一个个思路，保持着空明道心，倒是不会被情绪左右。渡仙门之事，他必须做点回应，无论是从人教威严的角度，还是从自己接下来的谋划安排，又或者是反向警告西方教，自己都必须站到台前。指道人神通被破，弥勒的周密安排都在提醒李长寿，他的行事风格、一贯的思维模式已经被人给摸透了。稳自然还是要稳的，但稳并非没有底线。旁人把刀都架在自己脖子上，轻轻划了一下，虽然只是擦破了一层皮，但是自己不反制回去，只会被人把周全当作委曲抽拳，把稳健当作人善可欺。风遁、乾坤遁，疾行数十万里。犀牛贺州边界，李长寿的身影骤停，皱眉看向了前方云上站着的身影。魏申墨，他心底轻叹，迈步向前，对魏申墨做了一个道揖。将军为何在此？自是等你。刚才在天庭等你许久，未见你来，便想着你有可能要去找西方教对峙。西方教2个圣人，你背后不跟个人，我当真不放心。就是有点废话深。李长寿心底一暖，正色道：陛下，今日让我走吧，我在这儿，你当西方教2位圣人看不见啊？今天骂爽快点。李长寿沉吟几声，只是温和一笑，与魏申墨一同前行。灵山迅速拉近，其上金顶光芒大作，就听得钟声响起，灵山各处严阵以待，更是有几名副教主级的圣人弟子联袂出营，飞到高空。但是李长寿直接落去了灵山的半山腰，沿着那宽阔宏伟的上山金梯射击而上。灵山众老道一阵皱眉，面面相觑。这个家伙这么尊重他们灵山？普通大罗来灵山拜访，也不会去走那金梯啊。金梯剩50阶，李长寿左手凭空托举，玄黄塔出现在头顶，滴溜溜的旋转，玄黄气息飘洒而下。金梯剩40阶，乾坤尺出现在左掌，被李长寿反握。金梯剩30阶，李长寿抬头看向那座宏伟的金色山门，山门的牌坊上刻着灵山2字，居中有一朵12品金莲的印记。他撩起道袍下摆，
塞进了腰带中。此刻灵山老道各种犯懵，李长寿再次走出10步，右手张开，天边划过了一道金线，一颗黑红色流星砸落，化作一把长枪被李长寿稳稳握住。鹿神枪，威力弱化版。那群灵山众老大如何看不出李长寿这是直接要动手了？一个个迅速后退，纷纷出声高呼：李长庚，你敢！快请老师现身！突然间，灵山金光大作，云雾汇聚，立刻就要凝成一座1000丈高的圣人法像。就在这一瞬，李长寿头顶云上，那魏申墨将军浑身绽放出道道金光，摇身一变，竟是天庭玉帝，直视那即将凝成的圣人法像。这犹不算完，就听灵山上空突然响起了清越剑鸣，一把连翘宝剑显露出1000丈高的虚影，悬挂在李长寿右后方的高空中。清平剑，清平剑刚刚落位，自李长寿左肩看去，能见那云雾之中凝成了一张太极图的虚影，直径也在1000丈，但这太极图散发出的威压却让整个灵山金光几乎溃散。灵山的圣人法像重归云雾。李长寿已经站在那金光闪耀的大门之下，手中的长枪在地上轻轻一顿，目光环视灵山各处。随后他一言不发，身形骤然跃起，手中长枪高举，数砸，那金色牌坊仙光涌动，却只坚挺了一瞬，就从中断裂。整座大门瞬间倒塌，灵山爆发出一阵阵轰鸣，山体出现道道裂缝。烟尘中，李长寿又看了一眼此地的众老道，见他们义愤填膺，见他们面露忧色，见他们惶恐不安，心底始终无波无澜。破局之法，便是跳出弥勒设定好的逻辑，把一切矛盾转嫁到此地废墟。哼！一扫衣袖，李长寿转身驾云朝着空中而去，却是半句话都欠奉。